哑巴公主选伴读，我家派出了我，为了哄我，爹爹特意给我行囊里塞了满满吃食。测试当日，公主贴身恭避喜鹊问：书中自有黄金屋，我哪有脆皮烤乳猪？非常意外的，公主选中了我。我问为何，喜鹊，公主说你缺心眼。后来我跟公主睡在一张床上，什么东西硌着我？公主嗓音沙哑，闭嘴。公主不是哑巴，公主是个男的。哑巴公主选伴读，我家就我一个女娃，自然派我迎战。爹爹和2位兄长对我了如指掌，娘亲不必抹泪，咱家圆圆这个跳脱性子，断不会入选。这是大哥、兄长所言极是，公主选的是伴读，又不是伴吃。娘亲放心，我们圆圆不擅长的。这是二哥，你2位哥哥所言极是，爹爹给你的包袱里塞了满满当当的吃食，国府蜜饯烧鹅腿，等你回来，爹带你去新开的酒楼吃大肘子。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还是娘亲将我搂住。你们几个没心肝的，不是从你们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们不心疼。娘亲擦擦眼泪，养好宝，记得表演的再纨绔些，再白痴些，再贪吃些。娘在家等你回来。爹爹挽着娘的胳膊，仙儿放心，只要圆圆照常发挥，定不会入选。那可是皇家公主的伴读，又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入选的。虽然我明白爹和哥哥们是为了宽慰娘亲，但我怎么这么想踩他们几个两脚呢？白了他们几个一眼，我笑着贴娘亲，娘放心，交给我，一定会搞砸的。就这样，我在大家殷殷期望中踏上了前往皇宫的马车。马车还未走到胡同口，就听见爹爹的声音从后传来：停车，圆圆的牛乳茶忘拿了，天长路远，别可着我乖乖女儿，天长路远。我家到皇宫乘马车也就半个时辰。娘亲的声音传来：你不是说圆圆选不上吗？现在在这哭什么？紧接着是2夫妻抱头痛哭的声音。爹娘的哭声并未激起我多少情绪，倒不是因为我心大，主要是我真觉得我选不上，早点完事，没准还能回家吃个晚饭。我们都是些京城官宦家的贵女，自然会有些相识的，比如程大人家的嫡孙女程娇很是瞧不上我，她觉得我是个武将家的女儿，跟她世家清流相比，总归是粗俗鲁莽。我也瞧不上她，上次2家吃饭，只吃几口就吃不下了，吃点猫食能有什么大出息？我俩互看不顺，冷哼一声，互相翻了个白眼。错身的时候，她小声跟我嘀咕：就你个粗蛮子也想跟我比，做梦去吧。公主伴读的位置只能是我的。我满意朝他点点头。这小子原来会说人话呀，跟他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就这句深得我心。到了才艺展示时间，大家纷纷掏出拿手绝活，琴棋书画琵琶扬琴，简直是精彩绝伦，令人啧舌。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之际，听到长乐公主旁边的喜鹊开口：接下来是崔将军之女崔仁元。程娇推了我一下，我才反应过来，忙上前表演节目。我走到伴奏的鼓师身边，将对方请走，然后啪啪敲了2声鼓，而后朝公主方向深深鞠躬。臣女表演完毕。喜鹊看了眼纱帘后的公主，公主打了个手势。喜鹊开口问：不知崔小姐的表演所为何？我大大方方自信道：退堂鼓，哄堂大笑。我目的达到。紧接着是考察我们的学识，由喜鹊出上句诗词，我们接上下句。来参加选拔的贵女们没有20也有10大几，挨个表演完，才艺已是日上3竿。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3魂飞了7魄。爹爹给我塞吃食的包袱也被嬷嬷们收走扣押。此时我满脑子都是一会回家爹爹带我吃的大猪肘，没注意又轮到了我。喜鹊高声道：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下意识瞪大双眼，欣喜道：什么？哪有脆皮烤乳猪？2次收获大笑。虽饿，但我骄傲。终于，一切都结束了，就等着喜鹊公布结果了。我根本不在乎，反正也不会是我。我正盘算着上次2哥弄的浆果烙烙不错，还想让他在做的时候，就听喜鹊宣布道：殿下伴读为崔将军之女崔仁元，请崔小姐留下，其他小姐会有专人护送各位出宫。我笑得直拍手。谁被选上了？崔仁元。哈哈哈，他可真倒霉。反应过来，我忽地冷下脸。不对，靠，崔仁元不就是我吗？程娇恨恨看着我。崔仁元，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你赢了一次，不代表你一直会赢，你管这叫赢？你来吧，我把这个位置让给你，我让给你行不行？程娇一双漂亮杏目圆瞪。崔仁元装什么装？还在这跟我阴阳怪气？我几乎是抱着他的大腿，
娇儿姐姐，你来吧，求你了，我真想回家呀。喜鹊强行将我拉了起来，我手臂伸向程娇，娇儿姐姐，娇儿姐姐，别留下我一个人，等大家陆陆续续回家。喜鹊说引着我去见公主的时候，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眼泪啪嗒啪嗒直掉，呜呜呜，救命！我想回家，我想爹娘，爹爹答应带我去吃大肘子的。我哽咽着跟喜鹊往公主方向走，边走我边问喜鹊姑姑，我想问问殿下为什么会选我呀？喜鹊面带微笑温柔道，殿下说你缺心眼，这公主什么癖好啊？等我来到公主身边，她缓缓掀开纱帘，露出帘幕后一张漂亮到令我瞠目结舌的脸，白皙的皮肤，高挺的鼻梁，深棕色的眼眸，高贵优雅的姿态，恍若仙人下凡尘。只是可惜公主天生不会说话，是个哑巴。忽然觉得当公主伴读也不是那么不好，天天看着这么个美人儿也够赏心悦目了。参见公主殿下，刚刚哭过。说这句话的时候实在没控制住，冒了个鼻涕泡。公主嫌弃地捂住鼻子，然后起身在喜鹊的搀扶下转身离去。她既然这么嫌弃我，干嘛还留我在宫里呀？呜呜，更难过了。我被安排在长乐宫偏殿，当日公主并未召见我。其实我根本不明白，公主是个哑巴，她需要什么伴读呢？需要的是帮读才对吧？我是个武将家的女儿，说句不好听的，字都认不大全，非要我留下来做伴读，公主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家倒是其次，主要是长乐宫的伙食也太差了。我在偏殿自己用餐，每道菜就那么一点点，美其名曰保持身材，不吃饱活着都费劲，还保持身材，饥饿感让我抓心挠肝，饿得整个五脏六腑都痛。我一咕噜起身，寻了件方便的衣服，趁黑摸到了小厨房。好在晚上陪着我的宫婢睡着了，要不然还跑不脱。民以食为天，我爱吃也爱做，挽起袖子，叮铃咣当开始操作。小厨房食材不少，但我实在是太饿，只做了个最简单的清水面，放上烫好的小青菜和御厨卤好的牛肉，刚挑起面条，忽然觉得脊背一凉。我不在乎，美食在前，就算是有鬼，也等我有力气再跟他较量。没等我再次张口，背后传来了勺子敲桌子的声音。人在饥饿的时候，脑子是没力气转的，再加上入宫前听说了些宫中诡异传闻，我还真以为是鬼，于是默默抄起旁边大马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回手就是一马勺。好消息，我打中了；坏消息，打中了公主。我忽然庆幸公主是个哑巴，要不然她这一叫，后果不堪设想。我去，殿下！我立刻一个快冲将公主抱进怀里，然后成功被公主带倒。好家伙，公主看着不重，肉还挺实诚。过了好一会儿，公主才缓缓睁开眼，我急得都想上手把她眼睛扒开了，毕竟面条再不吃泡不好吃了。她醒来后用眼神示意我发生了什么，我立刻用已经想好的说辞回复：是这样的，殿下，您刚才不小心摔倒了，还是我扶的您，才让您不至于破相。她那张漂亮脸蛋上写满了不相信，抬手摸了摸刚刚被我打的地方，眉头紧紧拧起。我笑着打哈哈，要是我说您摔到大马勺上了，您相信吗？公主眼神冷冷的，我知道她是不信的。伴君如伴虎，我立刻求饶，请您恕罪，臣女实在不知道是您。她这个眼神怎么好像要吃了我？不至于吧？她用手点了点我身后，我听见她肚子咕噜噜的声音。是想吃那碗面啊。这皇宫属实差劲，不光我吃不饱，怎么自家公主也吃不饱啊？我俩共吃了一碗面后，我发现公主对我的态度稍稍缓和，毕竟我做饭的手艺确实没得说。她还比比划划了一阵，美女一举一动都赏心悦目，我看得有些出神。她急了，推我的动作稍显粗鲁。推我干什么？我问。她又指了指我，然后指了指眼睛。这回我明白了，她问我看没看明白，我非常坦然，没看懂。公主妥协了，叫来了喜鹊。喜鹊打着哈欠翻译：殿下让你以后别吃独食，做什么都叫他。不是，我不是伴读吗？怎么成了伴饭了？时间弹指，已经入宫半个月了。期间爹爹和娘亲送来了些东西，但并未被允许入宫见我。公主震惊，让喜鹊给我翻译：你爹娘不会以为你来流放了吧？你是入宫，不是入狱。送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看着源源不断被送入长乐宫的吃食，烧鹅、乳猪、牛乳、茶、脆香饼、蜜饯，都是我喜欢的。
我的情绪在看到爹爹给我买的大肘子后，终于绷不住了，跑回店内，趴在床上痛哭流涕。没哭一会儿，一只好看的手递给我一个手帕，公主拍了拍我的肩膀，简单安慰我一下。我转身扑进她怀里，这段时间的接触，我早就想这么干了。香香软软的大姐姐，谁不爱呀？胸也软乎乎的，让我心情好了许多。但她好像不太适应肢体接触，身体明显僵硬。我不管，多抱抱习惯就好了。她摸摸我的脑袋，担忧着看向我，手比划着什么。我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脸上挂着眼泪看她，是有点想家了，想我爹娘了。但更重要的是，爹爹给我带的大肘子都冷掉了，没有刚出锅的好吃。呜呜呜！他翻了白眼，然后乔装打扮，带我出宫去樊楼吃新出锅的大肘子。我激动的一蹦3尺高，抱着他的脖子朝他脸上就是一口。我跟殿下天下第一好。他耳廓有些泛红，人也愣住，看样子应该没跟别人这么亲密的接触过吧，看样子以后得多接触些才好。思及此，我又亲了他一口，舒服，香香软软，香香软软啊。不过殿下这张脸走哪都没办法很好隐藏，就算乔装也能大概看出是个超级大美女。忽然我灵光一闪，殿下，不如我们扮作男子如何？长乐忽然急了，一甩衣袖，冷着脸就像在说，我一个公主扮作男子成何体统？但架不住我翻来覆去磨他，总算是同意，竖上胸脯扮作男子。他换装后一出来，我都震惊了。女子妆容公主便是天上的仙子，男子打扮便是朝气俊朗帅儿郎。我忍不住朝他屁股捏了一下，在他耳边犯贱道：殿下你好帅啊。长乐脸颊泛红，抬手在我额头轻点一下，努着嘴仿佛在说，你个小丫头可真没正形。我继续跟他嬉皮笑脸，殿下若是男子，恐怕要将小女的一颗芳心夺去了呢。说着便双手牵起他的手往我胸口处放。长乐热得好像快冒烟了，迅速将手抽走后急匆匆往前走。我笑着朝他挥手，少爷，等等我少爷。到了樊楼，我熟练的叫掌柜的带我去了楼上包间。长乐朝我挑眉，我立即明了回答道，总来这儿吃成贵宾了。等菜上来的时候，他看着楼下表演的胡旋舞，我就撑着脸蛋看着他，真是好伟大的一张脸。似是察觉他有些不自然，将拳头放在嘴边咳了咳。随着这些天的相处，我拿捏了长乐的脾气，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逗他，于是我起身猛然凑近。长乐似受到了极大惊吓，长且卷翘的睫毛忽闪忽闪的，好像蝴蝶翅膀。殿下，我小声道，除却巫山不是云，见了殿下这般帅气英勇的男子，叫小女日后怎好嫁给旁人了。长乐红着脸往后退了些，他往后退，我一往前进，眼见他退无可退，而是垂眸看了下我的嘴唇，电光火石之间，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忽觉不大妙，于是乖乖回到了座位上。这里的饭食很合我口味，但好像不大合长乐的口味。我左手用勺子挖着猪肘子拌饭，右手拿着蜜汁烧鹅腿，用吃的油唧唧的小嘴问，怎么不合殿下口味吗？长乐看向桌子，撇撇嘴摇摇头，然后看着我眨巴眨巴眼，明白了，他这是在说樊楼的饭食没我做的好吃，硼砂，赤裸裸的硼砂，想让我多给他做饭。但话又说回来了，一个帅成这样的人在你面前夸你做饭无敌好吃，那你能忍心不给他做吗？整吧。当晚回宫后，我给长乐做了拿手的酒酿小圆子，喝得他美滋滋往我身上靠。好的，这下我也美滋滋了。一晃到了年关，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投喂下，长乐有些发胖，我很满意，毕竟之前一副弱柳扶风的模样，让人看了就心疼。如今倒好，身上也稍微有点肉了，就是这个头怎么还有点飞长的趋势呢？原本也就是比我高半个头，现下怎么觉得好像要高出我1个半了呢？是我吃的不够多吗？喜鹊夺下了我手里的蜜饯，快别吃了，一会的年夜饭该吃不动了。我笑着跟喜鹊撒娇，姑姑还不知道我的实力吗？喜鹊推了推我的额头，就你个小丫头能吃，看看你身上的肉，比来的时候胖了几斤。知道的你是半肚，不知道的以为你是来长乐宫蹭饭的。我表面上装生气不理他，实际上低头偷吃藏在袖子里的蜜枣。晚上长乐从宫宴早早溜了回来，同我们一起热热闹闹的煮锅子吃。喝了些酒后，我笑着往长乐身边凑，歪着脑袋伸手朝他讨红包。长乐也笑着给我们挨个发放，
一片其乐融融、红红火火的景象。而后我们又一块出去放烟花，噼里啪啦的，震得我耳膜发痛。长乐便将我耳朵捂住，我整个人都缩进他怀里。我抬着脸看他，他身上的热气混合着烟火味道，构成了独属于我的气味记忆。热闹一阵子后，小姑娘们三三两两，或是剪纸，或是打牌，一时间作鸟兽散。长乐也去他母妃的牌位处上香守着，只余我一个人坐在空空荡荡的长乐宫院内，温着一壶清酒。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其实从陈奇想家的情绪便在我心头蔓延。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年，爹娘兄长们定然很想念我，只是怕影响大家的情绪，一直忍着罢了。此刻只剩我一个，那股子思念一下将我淹没，怕被人发现我只是小声啜泣。没哭多久，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赶忙擦干眼泪，转过头发现竟然是长乐。真奇怪，我的委屈在见到长乐的那一刻便再也忍耐不住，我放肆大哭起来。13，长乐心疼我，两条好看的眉毛紧紧蹙起，我不管不顾扑进他怀里，眼泪鼻涕一起往他外袍上蹭。一向爱干净的长乐竟然没有推开我，反而将我搂得更紧。殿下，我好想爹娘和兄长们，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呜呜呜！殿下，你别伤心，我喜欢他们，不代表我不喜欢你，我可喜欢你了，殿下，我只是有点想家。说到这，我还打了个哭嗝。长乐被我逗笑，用帕子帮我擦掉眼泪，眼神温柔地看向我，而后不知从哪摸出一个红包，我用手摸着，比刚刚那个还要厚上许多，单独给我的。我又哭又笑着问，长乐像是哄小孩一样点点头。我没忍住，又扑进他怀里，好一通大哭，折腾好一阵子。也过了子时，我深感困倦，又有些醉意，眼皮都快睁不开，却还是抓着长乐的手不愿松开。长乐换人搀我去洗漱，再挪到偏殿休息，我却抓着他的手，死活不愿意松开。情急之下，跪坐在地上，抱着他的腿哭嚎道：“我要跟殿下睡，我不要跟殿下分开，实在没法子了。”长乐打横抱起了我，而后缓步带我回了正殿。见我迷糊着，他也没叫人伺候我，将我放在床上，而后他去沐浴更衣。第二天早晨，我是被一阵倒吸凉气吵醒了，睁开眼睛，看到长乐脸上写满了惊恐，我不禁感叹，美人就是美人，就连刚睡醒都这么美。没等我张嘴，他飞速将被拽过来，往我身上一盖，红着脸低头不往我身上看。我这才发现，原来昨晚半夜难受，竟不知什么时候将里衣脱了去，现下上半身只剩个肚兜。我不禁觉得好笑，都是姑娘家，有什么好害羞的。手臂一伸，便将被子推到一旁，坐起身子看向长乐。殿下，我很好奇，天天吃的东西都差不多，怎么你就丰满窈窕，到我这就只是个小小山丘。见长乐脸红的似要滴血，我心下觉得有趣，更想逗弄他一番，于是将手摸上他的胸脯，轻捏了2下，这手感也太好了。而后又自然地把他的手往我胸上放。殿下，你看看，是不是差距很大？长乐像是被雷劈中，慌张地将手抽了出来，而后气鼓鼓地将我赶出了正殿。我觉得莫名其妙，这不是大家都有的东西吗？有什么好害羞的？14，陛下开恩，在入宫第3年春日，允许娘亲入宫来见。娘亲来的时候，大包小包，看着我满脸爱怜。我们圆圆瘦了高了变漂亮了。我眼里含泪看向娘亲，殿下每2个月便会派人送女儿的画像回家，娘亲怎的还这般陌生？娘亲紧紧抓着我的手，画像怎么能有真人好呢？娘的乖圆圆，在宫里一切可好吗？我忙点头，殿下待我极好，娘亲你让爹爹他们放宽心，你爹爹他们也很好，只是有些想念你。终于我绷不住，趴在娘亲怀里放声痛哭，娘也紧紧抱着我，哭得断了肝肠一般。娘亲走时，长乐特意带着我在宫门口相送，这与礼制其实是不合的，但长乐还是这般做了，甚至还恭恭敬敬给我娘亲行了晚辈礼。娘亲想要跪下，却被长乐拦住。长乐比划了一阵，我向娘亲转述，殿下说，谢谢夫人让圆圆入宫陪伴，若没有圆圆，她将没有半分欢愉。娘亲感激不尽，又将在寺庙求来的平安符给了长乐一个。我捂嘴偷笑，娘亲刚刚悄悄同我讲，她原本就求了2个，她说若是长乐对我好，便将另一个给他，若是对我不好，出宫便将那个扔了去。15，娘亲走后，我见长乐有些闷闷不乐，便凑上前问他为何。他长叹口气，
手在空中比划了2下，我立刻往他身上靠。殿下，不怪你的，虽然离开了家，但是殿下你对我极好，刚开始确实有些怨怼，现下是半分都没有了。长乐欣慰地摸摸我的脑袋，如此场景反倒是勾起了我的伤心惆怅。长乐眨眨眼看我，问我怎么了。我长舒口气后道：刚刚娘亲同我说，他们在外面给我挑了门亲事，李尚书的嫡长子，同我年岁相当，想着可以先定亲，等几年后我出宫再成亲也不迟。我没察觉长乐身子一僵，自顾自道，但我一想到要离开殿下，心里就很是不舒服。长乐久久没有反应，我看向他，发现他的眼神莫名有些冷意。殿下，我唤他，他这才反应过来，看向我，然后他问我，那你想嫁给李尚书之子吗？娘亲将李胜的画像带进来给我瞧了瞧，虽然不如殿下模样俊俏，却也是个气质朗朗好郎，再加上他是大哥挚友，双方家庭一知根知底，想来是个人品贵重的，若是能合得来，便是嫁了又有何妨？况且娘亲说，李尚书的妻子非常喜欢我，承诺若是我出宫后发觉同李胜性格不合，便可以无理由退亲，这等有退路的好亲事，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呀？但是不知为何，听我说完，长乐整日都闷闷不乐，无论我如何哄他都不管用，那张漂亮脸蛋硬是没一个笑模样。晚上我拿着枕头来到正殿，这几年经常想跟长乐同睡，只是被他拒绝的次数很多，见他不开心，我又想在床上好好哄哄他，本以为他会拒绝我，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我笑着拿着枕头爬上床，破天荒的被他一把抱进怀里。难道他被调包了？怎么今天这么主动？往常不是碰一下都不许的吗？怎么今天抱我抱得这么紧？他没说话，反而将我抱得又紧了些，下巴搁在我脑袋上，闻着他身上好闻的味道，被他的热气环绕着。不多时，我便沉沉睡去。16，晨起我是被什么东西硌醒的，迷迷糊糊睁眼对上公主那双漂亮里面却有我读不懂情愫的眸子，我恍惚着问：殿下，下面怎么有个东西硌着我？长乐嗓音沙哑：闭嘴！我立刻睡意全无。他不是哑巴，他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粗犷啊？我一个翻身坐起，捏着他的脸上下左右看了个遍，确认是长乐无疑后，才敢小心翼翼开口：殿下，你不是哑巴吗？他单手撑脸：谁跟你说本殿下是哑巴的？我更惶恐了。按照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这个声音不该是女子的。我跪坐在一旁弱弱发问：那你怎么是这个声音啊？嗓子坏掉了。他忽然凑近，捏着我的下巴让我跟他对视。谁说本殿下是女子了？哦，长乐是男子啊，那这么声音就说通了。什么？长乐是男子？我立刻躺下盖上被子。殿下，我应该是没睡醒，或者是起床姿势不对，等我重睡一下。长乐趴在我耳边恶魔低语道：你不是在做梦，本殿下就是男子。我一溜烟跑出正殿：爹爹娘亲，你们快来救我呀！17，当天中午，长乐叫御膳房准备了一桌子美味佳肴，有我爱的大肘子烤羊腿、叫花鸡和花鸭，还准备了酒酿小圆子、红枣牛乳茶，简直是把我拿捏住了。各色糕点、鲜果、肉铺，美味应接不暇。喜鹊来叫我，我果断拒绝，我自己煮碗面就行。喜鹊也不强迫，只站在那里看着我报上菜名了。愿者上钩原则，成功将我吊上岸。长乐坐在餐桌旁，见我来了，他平退众人，而后倒了杯牛乳茶推给我。不得不说，知道他是男子后，我觉得老天爷真是不公平，怎么会有人女装美若天仙，男装帅得一塌糊涂啊？虽然看着这张帅脸心情不错，但我心里还是有气的。我觉得他骗了我，他没把我当自己人，于是赌气站在一旁冷声道：殿下金贵之躯，我不配跟殿下同桌共食。长乐放下杯子，都吃多少年了，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做错事的人是他，怎么他反而硬气上了？之前以为殿下是公主，所以没有边界感，如今殿下可是皇子，该有的界限还是要划清楚的。他似有些无奈，不是我想要瞒你，朝堂内外鲜少有人知晓我的男儿身。朝堂，我忽然想到此事陛下知不知晓？若是陛下不知，便是欺君之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就算是陛下的血脉，恐怕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想到这，我不由得抓住了长乐的手腕，担忧道：陛下知道你其实是皇子吗？知道如何？不知道又如何？都这个节骨眼了，他居然还有闲心跟我说些。我不耐烦道：若是知道自是无碍，不过是些宫中心秘，
不至于掉脑袋。可若是不知道呢？本来就生气，他还如此逗弄我。我大声道：不知道就赶快研究一下逃跑路线啊！你还真想死在这不成？长乐眼睛亮亮地看向我，你愿意为了我背负欺君罔上的罪名？听到他这么说，我忽然一股委屈涌上心头。明明被他蒙在鼓里这么多年，如今我还要被他连累，想想就想暴揍他，但我又不可能眼看着他获罪。我擦擦眼泪道：若你真的欺君，我先昭告天下，与崔家断绝联系，再想办法救你。可能是见我哭了，长乐开始慌张，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缀着红宝石的金钗，这是鲜卑进贡的，我觉得与你很相称，便求父皇赏给了我。接过金钗，我心情好了不少，打了个哭嗝之后，我继续问：殿下，你到底欺君没有？18。长乐看向我，声音柔和：我唤祁镇安，字长乐，是父皇的第7子。祁镇安的母亲是鲜卑人，虽然异族，但陛下却喜爱非常，甚至可以说是他一生最爱的女人也不为过。祁镇安的母亲柔妃怀孕的时候，国师曾断言，若这一胎为男，则大朝国运不保；若为女，则国运昌盛。偏偏柔妃肚子里的是他这个皇子，陛下不忍心杀了他，也不想让柔妃伤心，于是国师提议将她当作公主抚养，以瞒过上天。若是她长到弱冠之年，国运无虞，届时便可宣布长乐公主已死，再以皇子身份将她迎回。正是怕她皇子身份暴露，长乐公主才在10岁左右时因意外而变哑。本来我是不打算找伴读，但公主们都有，父皇怕暴露，这才拖到这个岁数，才不得已为我寻了个伴读。我点头，怪不得喜鹊说你选中我，是因为我缺心眼，原来是怕暴露你是个男子的秘密呀。祁镇安一副骄傲的模样，我隐藏得多好，只有喜鹊几个贴身伺候的才知道这个秘密，也正是害怕长得太高太快暴露，所以长乐宫的吃食才那么差劲。但陛下终归是心疼，眼见这些年国运并未被影响，所以也默许了我在小厨房的所作所为。可是我问殿下，不是还差几日才到弱冠吗？怎的现下就告诉我了？再不告诉你，你就跟别人跑了，我可不想冒这个险。他的声音实在有点小，我没听清楚，于是又问了一遍：啊，什么？祁镇安歪了下脑袋：没什么，你过些日子就知道了。19。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好了，我长舒一口气，既然如此，殿下就放我归家吧。归家？为何要归家？殿下是男子，我是女子，男女授受不亲。他忽然坏笑着上前，可亲昵的举动，我们做的还少吗？脑海里忽然想到这些年我们俩的亲密举动，甚至还都是我主动的，我整个人如遭雷劈定在原地，脸红得一塌糊涂。那你为什么不拒绝我？我有些结巴，我不知你是男子，可你自己知晓啊。祁镇安理直气壮道：刚开始是你太过热情，我无法拒绝，后来是根本不想拒绝。为什么不想拒绝？不知为何。听我如此说，他反而红了耳廓。不想拒绝还要什么理由吗？我冷哼一声：我不管，你赶快去求陛下放我归家。他眉头一动：放你归家做什么？难道你要跟李家那小子成亲吗？他怎么突然提到这个？但是已至此，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道：是又如何？祁镇安忽然愣住，而后他双手轻捏着我的肩头：你为何愿同他成亲？你甚至都没见过他。我看着他，忽然就又红了眼眶，至少他没骗我。听我如此说，祁镇安垂下双臂，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没办法同我坦白，但被蒙在鼓里的这些年，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跳梁小丑，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我的心也隐隐揪痛。明明是个男子，却以女子身份生活，还装了10年哑巴，他也很痛苦吧？我刚想开口安慰，就听他略带乞求的声音传来：至少陪我过完这个生辰吧。20。祁镇安生辰当日，如往年一般，我特意早起给他准备了长寿面。他小心翼翼看向我：圆圆，你还生气吗？生气？谈不上。我知道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我也清楚，既然知道了，我就不能继续在长乐宫生活了。与其说生气，还不如说有些不舍。我将准备好的生辰礼物给他，一个黄金的长命百岁锁。原本这是送给幼童的，我解释道，但这个生辰对你来说不同，过了这个生辰后，殿下将迎来新生，所以我送你这个长命百岁锁，只愿你百岁无忧。祁镇安抓着我的手：我只愿与你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这句近乎剖白的话语让我手足无措，我慌忙躲避他的眼神。
殿下，我与李生定亲了。齐振安摇头，你未归家，这不作数的，父母之命，如何做不得数？他如同一个孩童般耍赖，本殿下说不作数，便不作数。是夜，我同齐振安站在长乐宫中，看着他燃放的烟火。殿下，生辰快乐。我看着烟花，却能感觉到齐振安的目光尽数在我。圆圆，生辰许的愿望是不是更灵验？我点头，那是自然。他笑容灿烂，似对我的回答很是满意。殿下许了什么愿望？我问。刚刚说过了。他答。我垂眸，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21，齐振安生辰第2日，我便带着一堆赏赐礼品归家。陛下甚至还封了我一个永宁郡主，嘉奖我伴读有功。与我一同出发的还有一道圣旨，赐李尚书之子李胜与宋侍郎长女成婚。我知道这是齐振安搞的鬼，好在我对李胜并无半分心思，倒也不大难过，只是心下纠结。我实在看不清自己对齐振安的心意。归家第3日，是我第一个小侄女满月，大哥娶了城郊的姐姐，于是我又跟我的小冤家碰面了。此时他已经跟小赵将军定亲，婚期定在了今年10月，可能是自觉快我一步。他趾高气扬道：“圆圆妹妹可是要抓紧了。原本听说你要与那李胜哥哥定亲，不成想陛下赐婚于他，你本就在宫里蹉跎了年华，若是再不抓紧，她真是要成了嫁不出的老姑娘了。大哥不知道何时出现，我们崔家的事就不劳烦程家妹妹费心了。我妹妹就算一辈子不嫁人，我也能养她一辈子。”面对大哥成交，说不出什么道理，于是气鼓鼓离开。我看向大哥，眼神里尽是感激。家人的爱永远是我最大的底气。怎么感觉你从宫里回来后心事重重的？大哥问。我故作轻松耸耸肩，没什么，只是这些年有些累了。大哥点点我的额头，你从小到大有什么事是能瞒住大哥的？说吧，是不是有心仪之人了？我立刻睁大双眼，不是大哥，你会读心术啊？不对，他算什么心仪之人？你整日坐立不安，还每每往皇宫方向望去，一副少女怀春又因思念食不下咽的模样，家里谁看不出来啊？我不好意思笑笑，这么明显吗？告诉大哥，你喜欢的是谁？侍卫、大臣还是王爷？我头都快摇成拨浪鼓了。大哥的表情愈发凝重，别告诉大哥是陛下，这怎么可能呢？大哥试探的意味更浓了，难道是太监？我一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哥，别猜了，我想的这个人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你们他的身份，等时机合适，我定会同你们讲。我总不能告诉大哥，我思念的人其实是长乐公主吧？22，又过了没多久，长乐公主病重的消息忽然传出。为了演得像些，我特意叫爹爹上奏请求让我入宫看望长乐公主。陛下允准。时隔1个月，我再次见到了齐振安。让我意外的是，他一身男装打扮，一见到我便将我紧紧抱进怀里，用撒娇的语气跟我呢喃：“才1个月，我怎么觉得仿佛过了好几年一般？”我推着他的胸膛：“殿下，男女授受不亲。圆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脆弱：“你还在怪我吗？”“我没怪你。”我道：“我只是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什么？”他问。“想不明白为何我总是牵挂着你。”他忽然就笑开了：“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心悦我，思念和牵挂便是心悦吗？”他郑重问我：“若是同我共度余生，你可愿意？”我点头，却有些嘴硬。都已经过了这好些年了，自然不习惯再跟旁人相处。那你想一下，若是我跟旁的女子共度余生呢？我抬手摸上心脏，这里很是酸涩，连带着眼眶，委屈的好像要掉下几滴泪来。这便是心悦吗？我问。齐振安牵上我的手：“圆圆，我心悦你，是你给我的黑暗生活带来一抹光亮。之前的我一直是痛苦的、拧巴的，我甚至不明白我的存在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是你的到来治愈了我，温暖了我，让我知晓世间万般佛祖自有安排。”他这一通说得我很开心，凑近些问：“那安排你男扮女装这许多年是为何？”他神情坦然且坚定：“自是为了遇见你。”我蹙眉撅嘴道：“那你这几年骗我怎么算？”他立刻伸出3根手指发誓：“我愿意用我一辈子弥补，如有违背天打雷。”我立刻将他的嘴捂住，好不容易能说话了，不会说点好话。齐振安笑容谄媚：“还是娘子疼我。”23，长乐公主病故1个月后，陛下对外宣称一直在寺庙修行，为国祈福的七皇子从国寺修行回宫，因祈福有功，擢封为永安王。听到这个封号后，
我不由得联想到了我的封号。齐振安摸摸我的脑袋，圆圆真聪明，确实是我让父皇封的。永宁永安听起来多般配啊。好吧，又过了半个月，赐婚的圣旨到达崔府，兹闻永宁郡主崔仁元温婉娴静，贤良淑德，品行高洁，朕公闻甚悦。执崔仁元待字闺中，与永安王天造地设，为成人之美，特将崔仁元许配永安王，是为永安王妃。二哥将圣旨翻来覆去的看，上面这几个词确实是形容圆圆的，没送错。大哥给了他一脚，没看爹娘都哭成什么样了吗？你个小没良心的！二哥揉揉屁股，永安王府就在咱们家对面，他俩哭什么呢？可能是想到了自家小女儿。大哥竟也抹了抹眼泪。等你当爹就懂了。番外一，成亲后，齐振安将钟馗尽数托付于我。他言语中颇有些歉意，圆圆，就只有这些，若是觉得不够，我将来多挣些军功，咱们再置办产业。看着面前好几条街的商铺，数十家庄子，还有数都数不清的银票，我眼睛都要直了。早说樊楼是你的产业啊，我还至于馋大肘子也不敢去吃吗？他抱着我笑道，吃以后肘子都给娘子吃，倒也不至于，还是要赚钱的。哈哈，我这不是成富婆了？他眨眨眼，父皇说其实还有，只是不方便一下子都给咱们啊，这泼天的富贵呀，来得更猛烈些吧。二，成亲后的某一天，我忽然想到，之前摸齐振安的胸脯子都是软软乎乎的，现在都是大硬肌肉块。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凑近我耳朵说，这都是喜鹊他们给他弄的，好像是用羊膀胱又或是猪膀胱，灌上猪蹄熬炖出胶质，再加上些特制的定型药水，弄成合适的大小戴上就可以了。我灵光一闪，给我弄一个，穿衣服显得可有型了。齐振安抬手制止，没必要娘子，那样我便不敢摸了，怕给他弄破。我还是想弄一堆带着玩。没注意到身边的齐振安逐渐变了神色，趁我不注意，他打横将我抱起，我奋力挣扎，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齐振安你成何体统？他朝我脸蛋上亲了一口。娘子，你越挣扎我越兴奋呢。我长叹一口气。以前是以前，现在他是变态啊。第二篇，我代替公主前往北燕和亲，直到5年后，南楚大军攻破燕都，我才得以回到故土，却发现多了个替身，取代了我的一切。我爹娘成了他的爹娘，我家成了他家，就连曾经与我有过婚约的竹马也爱上了他。他还因为我替公主和亲，因为我的功劳，成了宫里的常客，贵人们的座上宾，万千荣宠加身。我回来后，他在我的茶水里下毒，我忍着5脏6腑的剧痛，看见他躲在竹马身后窃笑，我拔出侍卫的刀，对着他们砍下去，谁也别活了，一起下地狱吧。再睁眼，我回到了南楚大军攻破燕都的这一天。我把刀抵在北燕皇帝的脖子上，等着南楚大军攻进太极殿。在他们错愕的目光下，我扬起眉眼，大将军，你们让本宫等得好苦，末将等恭迎公主回朝，生擒北燕皇帝，我的功劳比前世更大。所以回到南楚时，皇上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既是迎接凯旋的大军，也是迎接为国和亲的长宁公主。5年前，皇上舍不得亲生女儿，便打算从大臣家中择一女。父亲为了荣华富贵，把我献上，皇上认我为义女，赐封号长宁。我一拜，父皇，而臣幸不辱命，祝大将军覆灭北燕，活捉废帝。皇上欣慰道，好孩子，你的功劳最大。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从今往后，谁都不能否认我是南楚的功臣。当晚，宫中设宴，为我和将士们接风洗尘。我伴在帝后身侧，与他们一同入席。我的席位位于公主之手，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不是弃子。我在北燕受过的所有折磨和屈辱，如今回到南楚，都变成了我的勋章。谁敢轻视我一分，辱我一言，那才是真正的罪过。我的目光掠过底下的高官命妇与公子千金们，恰好和宋方离的目光对上，那张与我有6、7分相似的脸，眉眼轻轻一弯，便是万种风情，看着人畜无害，却是前世毒害我的人。2. 席间，皇上慈爱地问我，长宁和亲，功在社稷，想要何赏赐？我大大方方地回话，启禀父皇，儿臣想求您赐下一座宅邸，让儿臣往后的日子能够过得舒心些。有心人都能听得出，我是暗指父母对我不慈，许多异样的目光落在我父母身上，让他们如坐针毡，这是他们应得的福报。
再说，这才哪到哪呀？上一世我平安还朝后，他们嫌弃我做过北燕废帝的女人，甚至想让我以死明志。宋方离一次次地陷害我，那么拙劣的手段，他们真的看不出来吗？许多事情仔细一剖析，他们一点都不无辜。皇上目光发沉地瞥了一眼我父亲，而后笑着对我说：“朕准了。”我跪拜谢恩。皇后说：“常宁和亲时才将衣食有5，如今正是桃李年华，皇上不妨为常宁指一门婚事。”皇上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又问我：“常宁意下如何？”我的目光再次掠过底下的人，看到孟怀清时，他迅速低下头，别开脸，好像生怕我看见他，赖着要嫁给他。我与他自小相识，青梅竹马，我们的婚约因为和亲之事而取消。他爱上别的姑娘，我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但是他偏偏爱上了那个替身，包庇和纵容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害我，甚至明知道他给我下毒，也还要将他护在身后，眼睁睁地看着我毒发身亡，疼得五官扭曲，那种五脏六腑如同烈火灼烧的感觉，至今只要一想起来，我就疼得几近窒息。我深吸口气，缓缓道：“儿臣初回故土，想先休养一段时日，再议其他。”皇上应允，这个话题暂且接过。很明显，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昭宁公主坐我旁边，一直默不作声，直到宴席结束后，她跟在我身后追了出来，像小时候一样，怯生生地唤我：“香姨姐姐，是沈香宜的香姨，不是封号长宁。5年前，原本要去和亲的人是昭宁公主，她的生母刘贵妃在御书房外跪了2个时辰，才让皇上收回成命。和亲之人，最终变成了我。”昭宁低着头说：“对不起。”我看着他弯腰低头的模样，微微眯起眸子。我对他心中是有怨他享受了公主的荣耀，却不愿意承担公主的责任，否则我就不用被献祭。但是比起怨他，我更恨我的亲生父母，他们为了荣华富贵舍弃我，还弄了个替身膈应我，害死我。香姨姐姐，我知道是我自私胆小，才害得你去和亲，我不求你原谅，只是想为你做些什么。我定定地看着他，什么都可以做。他先是迟疑了一下，然后目光坚定道：“什么都可以。”我说了一个好字，昭宁瞬间喜出望外，激动地看着我。我扯了扯嘴角，笑意不达眼底。他因为对我的愧疚，处处帮衬宋方离，让一个来路不明之人成了京城贵女里面众星捧月的那个。如今我倒要看看宋方离怎么个众星捧月法。宫门口，沈家的人全都候着我。父亲板着脸，母亲和宋方离坐在马车上，见我过来，非但丝毫没有上前迎接的意思，反而还透出责备之意。我身侧的宫女荣月是皇后赏的，她扬声说：“公主回府，沈府众人行办理。”父亲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但见到我身后的阵仗，不得不弯腰行礼。听到父亲的声音，母亲与宋方离才匆匆下车向我行礼。在他们隐忍着的怒意下，我发出一声轻嗤，登上了沈府那辆看上去最奢华的马车。宋方离扶着母亲想要上车，荣月拦住他们。公主在马车上，沈夫人与宋姑娘令程，沈家的人全都变了脸色。我就喜欢看他们想干掉我，却又不得不臣服的模样。按照这一世算，时隔5年，我才再次踏入沈府。这里曾经是我的家，但是现在我精心布置的院子是宋方离的，我的家成了他的家。上一世母亲说，她亲手为我布置了另一间院子。5年来，我日夜思念家人，听母亲那么说，便没有再要求住回原来的院子。这一次，我让人把宋方离的东西全都扔了出来。宋方离见状，急忙上前制止，在父母面前控诉我：“姐姐想要我的院子，直说便是，怎能把我的东西扔出来？未免太霸道了。”我打了个手势，嬷嬷走向宋方离，左右开弓，先赏了他2个巴掌。宋方离哭了出来，梨花带雨的模样真好看，所以我要让他哭得更厉害些。我一个眼神，荣月便说：“对公主出言不逊，长20。”于是嬷嬷接着打，父亲与母亲急得团团转，他们拿手指着我，却是敢怒不敢言，终究是把手放下，一个字也没说出来。我轻飘飘地瞥了他们一眼，进屋休息。天不亮时我就醒了，因为那5年，我每天都要像奴隶一样伺候北燕皇帝，早早地为北燕皇帝熬粥煮茶。如果我不能亲力亲为地伺候好他一人，就要被送去伺候更多的人。哪怕已经重来一世，
已经回到南楚，身上的伤痕也无法完全抹去，养成的习惯一时间也难以改变。我睁着眼睛，等到阳光透过窗子洒进来，洗漱完，母亲身边的丫鬟过来传话，趾高气扬地训斥我睡懒觉，不去请安。我端起茶杯，荣月对着丫鬟一巴掌打下去。那丫鬟向来狐假虎威，嚣张惯了。前世我初回府时，她到处说我是破鞋，应该自裁以全名节。我奉旨和亲，在她眼里变成了罪过，我当即就要处置了她。可我的亲生父母百般阻拦我，责备我残暴不仁。这一次，丫鬟被打后跳起来大喊：“我是夫人的丫鬟！”荣月冷笑一声：“我是皇后娘娘指派给公主的大宫女。”提到皇后，丫鬟瞬间就蔫了。我让人把她给绑了，押去前院当众执杖刑。母亲和宋方离来得很快，那丫鬟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夫人，小姐，快救救我！”母亲像前世一样指责我，她痛心疾首地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我掀了掀眼皮，提醒她：“要不是我，你们能有现在的泼天富贵吗？我为国和亲，连皇上都说我是功臣，怎么到了母亲嘴里，我就成了罪人？难道母亲是说皇上错了？”母亲吓得脸都白了，连忙矢口否认。父亲终于赶回来，我好心告诉他母亲是如何对皇上大不敬的，竟敢说皇上错了。父亲抬起手打了母亲一巴掌，我示意内侍松开他，他们二人立刻就扭打在了一起。这种狗咬狗的场面真有趣，我前世居然没看到过，亏了。前世我就是太顾念亲情了，才会让他们骑到我头上。这一世我大发慈悲的让嬷嬷给他们讲讲规矩。我是公主，在沈府，不是我给谁晨昏定省，而是他们要向我行礼请安。午后，孟怀清来找我，他对我关怀备至，想要再续前缘。我挑了挑指甲，漫不经心地问：“宋方离怎么办？”他诚挚地说：“香姨，他和你长得太像了。这5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唯有看见他时，才能稍稍缓解这份相思之意。我的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你。如今你回来了，我怎么还会去想着别人？”这番话，他不觉得自相矛盾吗？不过也无所谓了。重点是，他居然对我用美男计，如此大的牺牲，所图必定不小。按我以前的思考方式，我应该和他虚与委蛇，先弄清楚他的真实目的。但是我实在是太恶心他了。我把眉毛往上一挑，冷嗤道：“不要脸的东西，竟敢觊觎本宫！来人，把他扭送到宗人府，我能给他好脸，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一次重生的机会？”侍卫把孟怀清押去宗人府，我让荣月跟着一起去，向宗令说明情况。路上谁拦都不行。我父母孟怀清的父母全都来找我求情，但我就是油盐不进。我有时间宁可发呆，也不想搭理他们。孟怀清被宗令训斥了一顿，就放了出来。我也没指望能因为这点事就关他多久，就是先上个冷盘，让他名声受损一点，看他以后怎么装成端方君子。过了几天，京城里开始有我的流言，说我在北燕时一点朱唇万人长，脱光了衣裳给北燕的男人跳舞，流产5、6次。这流言甭管是谁干的，我直接进宫，在皇上和皇后面前使劲哭，我是皇上的义女，实打实的顶着公主的封号，和亲敌国，生擒敌国皇帝。皇上亲口夸我，说我有功。如今传出这种流言，就是在打皇上的脸，而且更能说明我为南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北燕吃尽苦头，应当好好补偿我。所以流言能伤得了我什么？哦，对了，如果我内心脆弱，在意女子的名声，说不定还真就悬梁自尽了。可我那是和亲啊，我就是功臣，当受南楚朝廷嘉奖，百姓敬仰。皇上赏我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天恩浩荡。出宫时，我的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声，就连父亲见了我，也是眼神躲闪，退避三舍。我腰杆挺直，眉眼张扬。就算那些流言是真的，那又如何？该自惭形秽的是这些躲在女子身后的无能之辈。不出2天，大理寺就查出了流言的来源。孟怀清承认是他派人干的，他想以牙还牙，毁我名声。孟怀清被罢官，他父亲也被皇上一顿斥责，罚了1年俸禄。公主府落成，我择一吉日搬了进去，和我乔迁之喜的礼物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我设宴答谢，宾客如云，门庭若市。我父母和那个替身也来了。母亲走到我跟前，清了清嗓子，说：“香姨，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么多贵人在呢，你怎能自个儿坐在主位？
我半眯起眸子，冷冷地瞧着他，但是他仗着母亲的身份，看不懂别人的眼色，非要在我面前拿腔作势。我冷笑一声，5年前，父亲让我去和亲之时，母亲是怎么对我说的？母亲眼神躲闪，左右看了看，不自觉地后退半步。当着众人的面，我不介意帮他回忆回忆。母亲说：“您和父亲生养我，我为了沈家的富贵牺牲自己，就算是报答了你们的生养之恩。从此以后，你们只当没有我这个女儿。您还说我心思歹毒，您最后悔的就是把我生下来后没有直接摔死我。”满堂皆惊，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更何况，甭管别人背后怎么说我，我就是当今皇上的义女，长宁公主。那些诋毁我的话，往大了说是大不敬之罪。母亲脸上的表情挂不住，面露尴尬，想冲我发火，但又不敢，最后只能悻悻地坐回去。父亲每每隐身，非但不劝慰母亲，反而叫她安分点，显得他自己有多明理似的，其实就是贱。宋方离走向昭宁，亲昵地对她说：“公主，有些日子没见了，我新学了2样江南的点心，想请公主品尝。”他是想通过昭宁来稳固地位。5年的时间真是漫长啊，漫长到宋方离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他能在这些皇室宗亲面前有一席之地是因为谁。昭宁没有给他好脸色，冷声说：“想进御膳房做事，可以问问在场的王公大臣们，哪个愿意举荐你。”宋方离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微微垂眸，眼尾挂上了一滴泪珠，要掉不掉的样子，看上去更加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可惜我最不懂怜香惜玉。我沈笑一声，毫不掩饰对他的嘲讽，然后拿起面前剥了皮的橘子，掰成2半，对昭宁说：“昭宁，我吃不完，分你1半。”昭宁瞬间2眼放光，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甜甜地说：“谢谢香姨姐姐。”我如愿看到宋方离小脸惨白，我弯起唇角，让昭宁坐在我身侧，她受宠若惊地乖乖坐下。昭宁的态度足以说明一切，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我回来了，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取代我的一切。看今后还有谁会捧着将宋方离，上赶着给他送富贵前程。宋方离回席，之前与他有说有笑之人全都噤了声，母亲拉着他的手小声说话，时而心疼，时而愤怒，想想真是可笑。我吃尽苦头，他们靠我挣来的富贵养尊处优，结果非但不念着我的好，还想让我死。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忍不住怀疑，我真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吗？好像宋方离才是他们的女儿，而我是捡来的。宋方离又攀上了高枝，他的护花使者里面多了个四皇子。他舞到我面前，冤枉我推他落水，那我必定得坐实了。我拿了根烧火棍，把他按在水里，让他多喝几口水。他威胁我：“沈相宜，你敢这样对我，四皇子不会放过你的。”可惜我这种不要命的，光脚的都怕。他一冒头，我就把他按下去。我勾了勾唇角，是不是很好奇，四皇子怎么没有及时出现？这会儿还不来英雄救美？他像强弩之末一样，愤恨地瞪着我。我大发慈悲地告诉他，因为他正在和美人调情呢。宋方离终于露出害怕的表情，大声呼救。来救他的人是孟怀清。明知道宋方离和四皇子搞在一起，他还是护着他，满脸心疼地把他拉上岸，把自己的外袍裹在他身上。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相宜，我们青梅竹马，你有什么怨气冲着我来，不要伤害别人。好的，你先去死一死。”我从善如流地拿手里的烧火棍，死命地打下去。孟怀清被打得闷声不吭，宋方离瑟瑟发抖，潸然泪下。看见他们痛苦，我就高兴。直到大将军抓住烧火棍，夺过去扔掉。孟怀清眼底闪过一抹得逞，难怪打不还手，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但是我会怕吗？5年前，大将军战败，亲自率领宋亲护卫队护送我去北燕和亲。当时在2国边界处，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浅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威武不屈的大将军红了眼，跪伏在我脚下，郑重地发誓，势必重振旗鼓，迎我回楚。时隔5年，大将军践行了他的承诺，率领大军踏破北燕，班师回朝时，大将军对我格外照顾。我也算是看出来了，他正义感强，责任心重，还特别迂腐。5年前的战败和亲，大将军一直把问题归在他自己身上，因此他自觉有愧于我。宋方离拜谢大将军，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孟怀清也忍着剧痛道谢
两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对苦命鸳鸯，而我嚣张跋扈，心狠手辣。大将军摇头叹息，然后让孟怀清和宋方离离开。等人走了，他对我施了一礼，说：“公主，臣膝下有二子，长子屡立战功，现任游击将军，次子也学有所成，出领差事，二人皆已是适婚年龄，尚未婚配。”我愣了一下，继而笑出声来。大将军这是想献出一个儿子来救赎我呀？我把眉毛往上一挑，本朝有规定，驸马不掌实权，精忠报国的大将军却道：“驰骋沙场，奋勇杀敌，固然酣畅淋漓，荣耀加身，但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若是犬子能有幸上主，便不用再上阵厮杀，苦守函关，可以留在京城做一个清闲富贵的驸马爷，何乐而不为？”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但他诚恳真挚，我居然看不出一丝破绽。他是征战沙场的大将军，5年前的战败和亲，是因为南楚朝廷内斗，兵力分散而被各个击破，不能怪他。相反，这5年里，大将军能够重振旗鼓，集合大军攻破北燕，是他的本事。他率军引我回楚，有功有恩。他戍边卫国，满门忠烈，是南楚的定海神针，也是百姓心中的英雄。重生后，我恨不得创飞所有人，连路过的狗都要对骂2句。可面对大将军，我不想为难他。我深吸口气，是宋方离自己跳进水里，他想冤枉我，我才给他坐实了。他攀上四皇子，若不是我找人绊住四皇子，刚才就让他得逞了。如果四皇子向我发难，我还真不好应对。大将军没有应声，还是认为我错了。我沉下眸子，转身离开，却听大将军说：“公主不该亲自动手，吩咐下去即可。”我脚步一顿，不由自主地扬起了唇角。受教了。11进宫请安时，我在皇后宫中碰到了四皇子妃。从前我们就在宫宴和世家宴会上见过数次，不算完全陌生。我向皇后跪安时，四皇子妃也跟着一起跪安，看上去有话要单独与我说。他追上我，让随从离远了些，然后像给我通报消息一样说道：“长宁，四皇子想请旨，让宋方离做侧妃，只怕他日后少不了要为难你。”我张嘴就说：“宋姑娘娇俏可爱，殿下好福气。”噎得四皇子妃一时哑口无言。过了半晌，他才收起假惺惺的模样，说道：“宋方离是个什么货色，你我都心知肚明。若是让他成了皇子侧妃，你再想对付他，就要再掂量一下了。”我油盐不进，我是个为国和亲的公主，他能奈我何？顶多我关起门来，过自个儿的日子就是了。长宁，四皇子妃请放心，长宁不会因为宋方离而记恨您和四皇子。四皇子妃这才急道：“长宁，你就当是帮帮我吧。宋方离不能进皇子府，这才对嘛。求人的有求人的态度，谁也别想白拿我当枪使。”我慢条斯理地说：“据我所知，四皇子已有一位侧妃，还有庶妃和通房庶人。四皇子妃为何单单容不下宋方离？”四皇子妃挽着我的胳膊，凑近了小声道：“就在年初昭宁的生辰宴上，我亲眼看见他和二皇子有苟且。”我微微侧头，认真地审视着他。他说：“全京城的人都以为孟怀清把他当成你的替身，他们是一对。他和二皇子的事情藏得那么深，我不得不怀疑他接近四皇子的目的。”我离开了5年，宋方离是在我离开后出现的。上一世我就找人查过他，他的过往干净的像一张白纸。可是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连宫里的礼仪都懂。要么是天才，什么都一学即会，要么就是细作。12我别过四皇子妃，折回宫里去面圣，求了一道旨意，去见安乐侯，也就是北燕废帝。他被押进楚都后，皇上为稳定北燕臣民之心，没有立刻杀他，而是把他封为安乐侯，软禁在枫桥别院。我出示令牌，负责看守别院的禁军就放我进去了。只见废帝眯着眼睛躺在树下的躺椅上，看上去好不惬意。我冷笑一声，一别多日，安乐侯似乎清简了许多。他猛地睁眼，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而后同款冷笑：“公主倒是丰腴了不少，每天睡到日上3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再不必伺候人，这日子就是滋润。”他定定地看着我，没有应声。我继续说：“告诉侯爷一个好消息，如今燕地百姓安居乐业，全都赞颂当今皇上勤政爱民，编着戏文骂从前的北燕废帝有多么荒淫无道。”我将废帝2字咬得极重，他目光凛冽地看向我，
我嫣然一笑，偏要气死他。他正色道：“你来，不会就是为了说这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吧？”当然不是，我睁眼说瞎话。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当然是念着侯爷特来看望。他微微眯眼，忽地轻笑。我一直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我说侯爷可以用一句真话换我一句真话。他露出一副看穿我的样子，这才是你的目的吧？我没有否认，问他你在南楚安排了多少戏做？他说多的我也记不清了，不过你们大可以放心，燕国没了，他们就是最普通的百姓。我思量着这句话的可信度。他问过去的5年你可有一刻是快乐的？我如实告诉他没有。他好像很受伤。你果然是为了讨好我，是骗我的。在北燕时，我在一夕之间逼自己学会伪装，从出气筒变成了解语话。如果不能把他伺候好了，哄开心了，那么等待我的将会是我无法承受的结果。一想起北燕的日子，我就想杀了他。他却说你走进太极殿之时，我就猜到你要做什么了。国破家亡，能够在死前帮你一把，我是愿意的。说的好像对我用了真情一样。可惜我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我经历了被家人抛弃，以及一次死亡重生。他的话哄骗不了我，更何况上一世他是逃了的，被乱箭射杀在太极殿外。这一世他没来得及跑，他应该感谢我。我继续问侯爷可曾记得有一个与我容貌相似的女子，也是戏作？他愣愣地看了我一眼，笑起来说若与你相似，我定不舍得送去当戏作。我也笑起来，绕到他身后，将2只手放在他的脖子上，稍稍用力。你敢杀我？他没有动，但我观察了他5年，听得出他的声音除了几分怒意，还有一丝慌乱。我笑起来，把手拿开，不敢，我就是想吓唬一下他，因为他从前最喜欢吓唬我了。他说如果我不听话不乖，就把我送去军营。他还说要杀了随我来和亲的所有侍从，让我背负许多条性命，成为罪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调换位置后还挺有趣，让我来算算他还能多活几天。宋方离牵扯到2位皇子，只要证明他是戏作，皇上绝不会再留他性命。北燕已亡，我是和亲北燕5年的长宁公主，要证明一个人是北燕戏作，很难吗？13，当然不难。离开枫桥别院后，我转道去了一趟大理寺，然后才回公主府。内侍禀告，二皇子妃派人送来帖子，邀我参加赏花宴。我欣然赴宴，皇上迟迟未立储，最有竞争力的便是大皇子和二皇子。我首先要确认宋方离是否与二皇子有关，四皇子妃说的是否属实。我到的时候，四皇子妃已经来了，与二皇子妃有说有笑，两人看上去就是和睦相处的普通妯娌。二皇子妃笑脸相迎，寻了一番好话来夸我这个疯子。正言笑晏晏之时，宋方离来了。我和四皇子妃同时变了脸色，毕竟在所有人眼里，她是我们2个的情敌。我轻嗤一声：“宋姑娘，你的孟怀清呢？”宋方离又委屈上了，说：“公主误会了，昔日孟公子对方离多加照拂，是看方离可怜，更是看在公主的份上，或许是有了靠山，也或许是觉得自己所图之事将成，他胆子变大了。”话锋一转，还说：“公主与孟公子青梅竹马，自幼感情深厚，若是有些误会，应当尽早解开。”惹得我捧腹大笑。我不动声色地扫视了一圈，几乎都在看热闹，唯有昭宁和四皇子妃露出几分关心和愤怒，而二皇子妃在观察着我们。四皇子妃冷嗤道：“长宁贵为公主，岂是孟怀清能肖想的？”宋姑娘说这话，贬低的不是长宁，而是皇上和皇后，乃至整个皇室。一顶大帽子扣下来，宋方离慌得连忙告罪，悻悻地退到边上。我似笑非笑地看了他和四皇子妃一眼，他们即将共侍一夫，为了四皇子，可以是情敌，也可以站在同一战线上。四皇子妃的橄榄枝递得刚刚好，我却是不能轻易去接的，也没必要接。我对昭宁招招手，还是和心地善良的妹妹说说话吧。14，席间，小丫鬟奉茶时，不慎将茶水泼在我的衣裙上，我努力憋住，才没有让自己笑起来。这种拙劣的手段，是生怕我不知道有猫腻吗？二皇子妃训诫了小丫鬟，向我告罪，让她的贴身侍女领我去厢房换一身衣裳。昭宁紧张地看着我，香姨姐姐有没有烫到？我朝她莞尔，是温水，不烫。昭宁松了口气，我对她说：“昭宁，你陪我一起去。”
好的。昭宁不疑有他，立刻就应了。四皇子妃却说：“我正想叫昭宁打会儿叶子牌呢，你们快去快回。若没有最后半句，我当下就会认定他有意。”侍女把我们领到厢房，从小丫鬟手里捧过衣裳递给荣月，恭敬地说：“请公主更衣，奴婢在门外守着。”昭宁傻乎乎地挠了挠脑袋：“香姨姐姐，我在屏风这边等你。”我扑哧一笑，一点点水渍，一会儿风一吹就干了。啊！我做了个噤声的动作，示意他跟我悄悄地到窗边来。只见不远处有人正在那里等着，看身形是男子无疑。昭宁善良，没什么心眼，但毕竟是在宫里长大的，看到如此情形，再联想方才的细节，不难猜测有人敲门。二皇子妃担心公主受寒，特命奴婢送来一碗姜汤。荣月开门，来的是二皇子妃身边的另一个侍女。我当着侍女的面喝了2口，然后随手放在桌子上。侍女说：“昭宁公主，四皇子妃催问你2次了。”我做出晕乎乎的模样，伸手扶了一下脑袋，说：“昭宁，你先去陪皇嫂们，我休息会儿就过去。”昭宁跟着侍女出去，没过多久，一群人就浩浩荡荡地过来寻我了。厢房里传出不可描述的声音。四皇子妃问：“长宁一直在厢房里吗？”二皇子妃道：“不会是长宁。”都离远一点。人群里议论纷纷。这位毕竟和亲北燕5年，早没了礼义廉耻，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之前的流言也是无风不起浪，谁知道呢？又不是真公主，出了这种事，我看她以后怎么还有脸以公主的身份自居？15，在他们身后，昭宁红了眼，比我还愤怒。我劝她别生气，然后勾起嘴角，扬声说：“刚去找你们。”我说怎么都不见了，原来在这儿呢。众人一起回头，全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厢房里的声音还在不断传出，两位皇子妃相互看了一眼，脸色一变，猛地推开门冲进去。不愧是妯娌，连表情和动作都是一致的。紧接着，厢房里传出尖叫声，二皇子妃的侍女拦在门口，没有让其他人进去，但走在前面的还是看见了，在厢房里苟合之人是二皇子和宋方离。这出戏里多人做局，宋方离和二皇子早有勾连，他通过二皇子的内侍收买了二皇子妃的贴身侍女，想在二皇子妃的宴会上把我送到四皇子的床上。但是两位皇子妃都不是省油的，也都知道了这个计划。二皇子妃将计就计，想借我的手除掉宋方离。他让另一个侍女送来的那碗姜汤里面加的料可以让厢房里的迷香效果更好。我若着了道，必杀宋方离。虽然我本来就不会放过他，但二皇子妃不知道，他想在我背后推一把。四皇子妃也想除掉宋方离。我被丫鬟泼水后，他故意提醒我有诈，等着我把宋方离弄过来，他在设计把四皇子变成二皇子。昭宁听我说完，沉默了会儿，问：“香衣姐姐，你的身体要紧吗？”我微微敛目，那迷香，我在北燕皇宫闻过无数次，就厢房里那点香气，情到浓时都未必能助兴，伤不了身体。真正药性大的是那碗姜汤，我假意喝了2口，剩下的全灌进了宋方离的嘴里。二皇子妃从厢房里出来，让大家都散去。他看向我时，眼底透出一股狠戾。我朝他扬起眉眼，嫣然一笑，主打一个自己神清气爽，让别人气出病来。16，二皇子请旨，给了宋方离侧妃的名分。不得不说，他对付男人真的很有一套。他还要从沈府出阁，我父母正是认他做义女，为他备嫁妆，送他出嫁。母亲派了府里体面的管事妈妈来请我过去，我派人去大理寺问了一声，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去沈府了。宋方离趾高气扬地对我说：“沈香宜，你算计我，把我算计成了二皇子侧妃，我应该感谢你。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下，叫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宋方离，而你只是和我长得有些像。”我扑哧一声轻笑，原来你在意的是这个，那就从一开始别利用我的身份和功绩，好好的做你自己。又当又立，可真好笑。他反唇相讥：“你是和亲，是被卖给北燕，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被北燕人睡烂了的破鞋，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功臣了。不然你以为你的亲生父母为何视我如己出，却待你冷淡？你活着就是他们的污点。”我一巴掌打了下去，荣月立刻上前替我擦手，还不自觉地替我呼呼：“你敢打我？”宋方离捂着半边脸，气得浑身发抖。我当然敢，而且又打了下去，让他两边脸对称些。
我半眯着眸子，本宫对大楚有功，这是皇上亲口说的，你敢说皇上错了，就是大不敬之罪，只怕是连二皇子也容不下你。我就是为南楚和亲，是功臣，这是当今皇上亲口承认的，谁敢作践我，就是对皇上的话有异议。和亲有功无过，没有人能拿此事来攻讦我。宋芳林咬牙切齿地看着我，沈相宜，你得意不了多久。我连声冷笑，你又能得意多久呢？别说你还没进二皇子府的门，就算进了门又如何？他恶狠狠地瞪着我，被喜婆催着出门。我站在回廊下，远远地看了一眼，来的宾客很多，我父母笑成了两朵花。荣月轻咳一声，如临大敌。我这才注意到，孟怀清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了我们，他站到我身侧，看着那喜庆热闹的场面，感慨道：你和亲时，我不敢相送；他出嫁时，我也不敢；你在北燕时，我鞭长莫及。但二皇子府在同一皇城脚下，我能默默地保护他，我不怒反笑，别到我面前来犯贱。另外，他保护不了宋芳离，因为我已经听见急促的脚步声了。涉及二皇子，皇上首先会保护自己的儿子和皇室的名声，不会让宋芳离牵连他，所以大理寺会赶在宋芳离出门前把他带走。宋芳离大喊：我是二皇子侧妃，你们谁敢？大理寺卿亲自出面，奉皇上旨意拿人带走。来参加婚宴之人全都亲眼见证了新娘被逮捕，我父母和孟怀清也都在众目睽睽下被带走了。有人凑到我跟前问：公主，这是怎么回事？我两手一摊，可能是准侧妃犯了事，我父母和孟怀清都与他牵连过深，被大理寺请过去问话，实属正常。本宫相信大理寺会查清楚。17. 大理寺的办事效率很高，我只是提供了一些半真半假的线索，他们就顺藤摸瓜查出来很多东西。宋芳离确实是北燕的细作，他来到二皇子的身边，二皇子见到他的容貌后，把他引荐给孟怀清，从此宋芳离就寄居沈府，一点点地取代了我。他利用他那张与我相似的脸，博得昭宁的同情，利用昭宁对我的愧疚，成为贵人们的座上宾，窃取了许多机密。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是没用的，战事瞬息万变。大将军的决策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宋芳离获取再多的信息，也左右不了大局。他杀掉了所有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北燕细作，真正成为二皇子的人。我回朝后，让所有人都认清楚，宋芳离代替不了我，他那张笑死我的脸也就不起作用了。二皇子想把他安插到四皇子身边，这才有了后面的事情。数日后，大理寺卿派人告诉我，宋芳离死在狱中，我父母和孟怀清暂时还不能释放。我让那人带话回去，依大楚律例办事，本宫绝不干预。最后皇上圣裁，为了保护二皇子，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宋芳离这个细作身上。我父亲被罢官，孟怀清也断了前程，倒是都平安出来了。我父母日日来公主府门前祈求我的原谅，我趁着府门前人多的时候，扬声说：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我父母，卖女求荣也就罢了，为了大楚，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去和亲。可我九死一生的回来，你们却巴不得我去死，反而把那个细作当成掌上明珠。如今你们被细作牵累，父亲被罢官，终于想起我的好了。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北燕死过无数回，该报的生养针已经报完了，这也是你们自己亲口说过的。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你们那么绝情，我会每月给你们赡养银子，至于怎么给多少，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围观群众议论纷纷。我父母终于离开，太子殿下和昭宁走过来，我连忙把他们请进府里。方才我就是事先收到了昭宁的通知，知道太子在人群里，才故意那么说的。太子说道：长宁妹妹爱憎分明，有情有义，对大楚一片忠心，姑十分敬佩。日后妹妹有何需要，尽管向姑开口。多谢太子殿下。长宁回楚后，一切安好。有太子这句话，我就更好了。太子告辞后，昭宁告诉我，二皇子被贬去封地，他和四皇子都掀不起浪来。我点点头，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会和皇子对着干？只要递上那两个皇子的把柄，太子比任何人都更想打压他们。没过多久，枫桥别院传来消息，安乐侯病逝了，他安插的钉子把皇子拖下水，皇上还能饶得了他？这不，他终于归西，而我的好日子
还长着呢。